别叫我如兰！金陵怒道。如兰，他大舅舅给他取的字，每每被人唤起母亲，总是神色哀戚，所以自他懂事后，便不再允许旁人随意称呼。魏无羡脚步一滞，取此名时，他只想着这是给外甥取字，却未曾想过自己是夷陵老祖恶名昭著，金陵这孩子是否会因此招致非议？有没有被人欺负？金陵没再理他，兀自前行，却左右不见人跟上来，这才下意识放慢了步子。魏无羡没撒谎，刚才他的确突然腿软了一下，脚步宛如踩在棉花上，整个人轻飘飘的。不是身体轻飘飘，而是灵魂仿佛没有契合进躯壳，手脚跟不上大脑的使唤。好在失去控制只有一时，很快他又觉魂魄归位，查不出异状。难道是现舍的副作用？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吧。算了，不想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出阴虎符的下落，既然是在金家丢失的，万一有人要对师姐不利，想到这，他正打算问金陵最近金陵台有没有招什么奇怪的客卿，还没开口，身后就传来一片骚乱声。救命啊！是凶尸啊呀呀！两人正巧处在金陵台不远处的主街上，按理说这里布下的驱邪阵众多，何况还是白天，猛然聚集起数目可观的走尸邪祟，杀了人们个措手不及。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。金陵和一众金家修士立刻拔剑去阻拦，魏无羡皱眉，这样的数量可不是能轻易杀完的，尤其要是别有用心之人刻意投放，那清理的难度更上一层楼。几抹金星血浪冲进狮群，魏无羡很快目不暇接，又焦虑于金陵的安危，左右张望，匆忙抓起小摊上的一管白玉笛，放到嘴边吹奏起来。太激昂的曲子会引发凶性，金陵他们离走尸极近，他不能用方才差点灵魂出窍的身子冒这个险，便想着吹首轻柔的曲子安抚住走尸，让他们丧失攻击力。柔和的、舒缓的曲子，笛声悠悠，很快被凶尸的嚎叫声和修士们拔剑斩杀的铮铮声淹没。没人注意到他躲在一旁吹奏，魏无羡放心大胆地继续带出脑海里的旋律，直到凶尸的吼声刚平息下去，此刻又再次响起。他探头查看情况，却捕捉到了一抹与狮群相斗的熟悉身影，是温宁。笛声招来了温宁，太好了，他还活着。但这里是兰陵金氏的地盘，温宁过来恐怕不太安全。他将白玉笛重新放置于唇边，还不等用笛音告诉温宁尽快离开，身后传来破空声，紫色长鞭携着滋滋啦啦的电流直击在他背上。啊！难耐的剧痛让他笛子脱手，他甚至只能发出破碎的痛呼，整个人狼狈地被鞭子抽飞出去，又狠狠摔落在地上。江澄在大范山山便寻不到金陵，心想这孩子只怕是没猎到什么厉害的东西，不敢出来见自己，独自跑回家了。匆忙追来，正想着见到他定要狠狠骂一顿，就看见金陵被走尸围攻，而那人吹起笛子似是在控制攻势。13年来，模仿魏无羡吹笛御师的人不在少数，他抓也抓了，查也查了。要是魏无羡夺舍，就抽出他的魂魄居于江家，最好能在阿爹阿娘的灵位前忏悔，想清楚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护着温狗说叛逃就叛逃，跟自己解释这么难吗？言而无信的留下一堆烂摊子等自己收拾，死却是死得干干净净。魏无羡只觉后背黏腻，怕是新伤叠加旧伤，皮开肉绽，想想就觉得好惨。温宁急忙上前想要扶他，魏无羡忽明忽暗的视线中察觉到几个金家修士看往这边，将笛子抵于唇边，一声凄厉，随着接踵而至的头晕重新跌坐在地。温宁知他敌意，动作立时僵住，虽担心万分，却不得不回身偷偷藏匿树林。快走！他虚弱地轻声喃喃，顺带做好了膝盖会砸在地上的准备，疼痛却没有如期而至，反倒是倾斜的身子落入了一个有着檀香味的怀抱中。那人抓住自己的手，嘴唇开合似是问了些什么，可惜他已经没力气去听。接着恍惚间被人抱起，对方避开了后背的伤口，意识开始模糊，他缓缓合上了眼。邪魔歪道，夷陵老祖死了，大快人心呐，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走这种邪路子都活该不得好死。本末倒置，罔顾人伦。一片漆黑，唯有耳畔喧骂之声不绝，
不过是些听惯了的陈词滥调，他的心早如一潭死水，无论什么狂风暴雨，都再也掀不起一丝波浪。反正死都死了，还管别人说些什么？他干脆沉下心来，想听听这些正义之士有没有编出什么有意思的新词来。我辈中人，须知诸邪为义，难不成你忘了吗？这是那个老古板，侄儿谨记。只是不知邪之一字当作何解？修习外道即为邪，还是杀烧掠夺罪大恶极才为邪？为无限一凛，我去，这是哪位壮士居然敢顶撞蓝老头？他睁开双眼，一片云烟雾绕之中，似有一人跪坐于前，身姿挺拔如松。这人素衣白衫，琉璃瞳色溢满悲伤与痛苦，是他记忆中的蓝忘机。你待如何？虽修非常道，但行正义事，者认为未应不邪。